朋友们，前2天我们的内容呢，对大家来说可能有点过于空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回归生活，落地一点。毕竟修行离不开生活，离开了生活，那还谈什么修行呢？而说到生活呢，就离不开钱。可以说，在这个红尘中生活，我们是无法脱离金钱的。如果说到就是生活，那么它也一定和钱有关，因为钱也是道的一部分。绝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中，所以我们就得和生活连接，智慧地考虑一切，而不是为了求道而求道。我们之前呢讲过几个关于金钱的视频，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没能理解透彻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来谈谈钱的秘密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一种现象没有，就是有些人存钱到达一定的数额后，就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存着的钱不得不花出去。有的是主动的，有的是被动的，还有的呢是不知道钱都花哪去了，反正就是怎么也存不住太多钱。这就好像是一个游戏系统一样，设置的某些角色不允许私藏金币，一旦检测到存款足够，就会触发到某种机制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老祖宗的说法是身弱不担财。举个例子，就像是一个人身体的力量承载度只有50公斤，偏偏要硬拿面前的100公斤的黄金，而硬去拿这个黄金的时候呢，就容易扭到腰，反伤到自己的身体。即使拿到了这个钱，还是会不得不把拿到的钱花出去部分。而针对身上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的人呢，其实有对应的调整方式。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把金钱变为财富，或者把金钱转移出去。这就像是100公斤的黄金搬不动的时候，可以让别人来帮忙抬走，把这个钱分出去，换取别人今后别的帮助。这个属于把有形的金钱换成了无形的财富。另外，还建议平时少存些现金，做一些风险较低的投资，比如购买黄金等保值的产品，哪怕做成定期存款也可以。总之，原则是尽量减少身上和家里的现金储备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不能存钱，只是别有太多，只留个应急的金额就可以。其次，还可以将一部分钱交给可信赖的亲人代为保管，比如将一部分钱存入父母、兄弟姐妹或者子女的账户中，但是要确保选择的人是可信赖的。还有一种故意花钱，但是可以增加财富值的方法。这里所说的花钱呢，并不是让你奢侈消费的那种，而是说除了日常开销外，还可以多孝敬父母、慈善捐款，帮助贫困阶层，或者投资帮助那些值得帮的人等等。这种积德的花钱是可以增强自身财富值属性的。在这呢，顺便也说个与钱相关的另一个现象，就是许多人呢喜欢省钱，但有些人就特别的铁公鸡，一丁点所谓的冤枉钱也不愿意花。但是会花钱比会挣钱更加重要。这里说的会花钱呢，指的是该舍得的时候就会大方的去做，会把钱给运用的流通起来。我们所说的钱源滚滚，指的就是用钱带动着其他更多的钱财滚滚而来。如果只是死守着一毛不拔，那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财富，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挣不了多少钱。于是在这有另外一个技巧，就是当你真的很想花钱的时候，就一定不要省着。这说明你的钱需要运转流通起来了。如果你强忍着不花这个钱，那么就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动花钱。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钱花出去有可能是冤枉钱，也不要因为这样的花钱而后悔，因为后悔的钱很难回来。我见过太多的人因为后悔的钱而拖累失去的更多。钱花了，哪怕是被骗了，就及时止损，
做出断舍离，别在上面停留太多怨念，不然这种怨念会继续卷走你的财运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如果你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，那么这个钱一定会在别的地方给你加倍的补回来。刚刚讲了花钱，我们现在再来讲讲赚钱。其实赚钱也分养人和损人的。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小病不断，身心俱疲，赚钱越来越困难，这就说明你的工作与你自身的能量不匹配。你赚的不是养人钱，钱是有灵性的，不是所有钱都养人的，有些钱反而会消耗你的精力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碌钱。当工作与你的身心产生矛盾时，它就非常耗费精力了。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呢，往往都挣不到什么钱，甚至有的人挣的钱一半都得用来续命。那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你赚到养人钱呢？我给大家列举几个吧。首先，肯定还是从事和我们的天命相关的工作。很多人呢都没有把天命当回事，总觉得自己平庸至极，哪有什么拿得出来的天赋，更别提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。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，你的天命是一定存在的。原因呢有2个，其一，存在于这片天地之间，你与他人、与自然、与整个宇宙都有它自己运行的道理。其二，我们每个人行走在这片蕴含无数道理的天地之间，一定有自己要走的那条路，这就是自己的天命。而要找到自己天命的关键呢，就是看清自己究竟需要什么。这里指的不是来源于外界给予你的，不是环境影响你的，而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活着的人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生命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最不能放弃的是什么？不那么重要的是什么？也许有人会觉得找到自己的需求并不容易，也许有人会说自己需求的是钱，也有人会觉得自己很明白自己的需求。不论你是哪一种，都希望你能跟着再重新复盘一次。这3者当中，估计大部分会是第2种情况吧。但我想说，你喜欢的其实并不是钱，而是钱所带来的快乐，是能让你随意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是让你在面对父母家人生病的时候不用再去担心医药费，是不用再为房子、车子这些物质的东西而烦恼等等。其实很多人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，我们总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，尤其是身边人的观念认知，他们很容易塑造出你的方向，导致你无法活出自我。你应该多多感受自己的感受，并且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迁就或者顺从身边人的意见。鞋适合不适合只有自己知道，你要知道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导演，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，它不是你父母的续集，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，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，他们只是点缀你的生活，丰富你的人生。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，只有敢于直面自己的感受，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才能让自己该如何去走的道路越来越清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和大家说，要选择一些与自己愿景相关的，或者自己发自内心热爱的工作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在你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感受的潜意识到底是什么，不然就很容易走火入魔，被情绪左右。当然，这样就能找到天命吗？还不够。天命不仅仅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也要遵循上天为你带来的天赋是什么。你有什么特性？想要人生过得清如许，必须明白源头活水从哪来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天赋或热爱毫不起眼就放弃。我们之前说过，
你热爱的事情一定还有千千万万个人也热爱。有人喜欢瑜伽，用瑜伽调养身体，帮助别人而悟道富足；有人喜欢道家养生，靠分享养生知识而悟道富足；有人热爱旅游摄影，成为了年入100万的大师和达人；有人热爱篮球，成为有教学思想体系的优秀教练；有人一生热爱美食，成为独特见解的美食家。阻碍你生命绽放的不是你的天赋和热爱有多么渺小，而是你内心贴满了太多不可能的标签。什么这么小众，不会有人喜欢的？什么年纪大了，为时已晚？你被这些恐惧情绪支配了，还没有做就预先幻想出了一个让你害怕的画面。所以，请把这些标签连同你对未知的恐惧和幻想都撕碎了，勇敢地去做。当你真正的找到并走在了自己的天命上时，不仅你的心情会变得更加愉悦，而且做事也会更加有积极主动性。由于你自身本身爱好这方面的内容，所以你会对这方面的内容天生的比别人多一些关注度，获取的信息也会比别人更多，自然也会比别人更加优异。这种工作不仅会让你的天赋得以实现，也会让它的能量更强，自己也会更加愉悦地实现人生价值。当然，也并不是说找到天命、了解自己后，就能立马变优秀，立马挣到钱。每个人都是万物与我共生的，不仅仅是个独立的个体，你还需要把与自身相关的情况做个全面分析。你先要回顾自己的出身、家庭，想想家庭赋予了你什么样的认知操作系统，这个认知系统中有哪些优缺点，自己又有哪些优势，有哪些资源或是机会，与自己的需求是相互契合的，有哪些是拖累你的，该狠心做出断舍离的。然后再回看一下自己的过往经历，想想自己人生中相识的那些人，有哪些人或事是滋养你的，对你是有帮助的，哪些是你该继续向往保持的，哪些是需要做出调整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希望你能暂时抛开你的主观情绪感受，客观地去看待这些，那些让你觉得痛苦的、尴尬的、内疚的经历，并不一定对你是不好的。相信我，这些经历是你吸收力量的营养，不要当成是一次丢人的体验，而是要找出背后让你难堪的原因，否则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痛苦，因为这是你的灵魂和命运希望你成长的地方。通过这些梳理，你会发现你所抗拒的部分，那些造成悲伤的部分并不重要，看到这些错误的操作和认知系统才是最关键的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升级和改变。只有你直面看待之前那些所谓的错误，才能从中汲取营养。当你能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就意味着你已经走入了更高的认知维度，于是自然而然地会生出自由意识，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玩家，而不是一个提线木偶。千万不要成为世界的客体，你要坚信自己是有力量去构建属于自己的人生的。哪怕你今年已经年过半百，也必须明白这件事，不然你还是会随波逐流。别人喜不喜欢你不用太在乎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，只要你有自己的特色，总会吸引到与你志同道合的人，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会忙得应接不暇，甚至会处于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。这个时候，你必须建立好自己的个人生态体系，建立一个适合你成长的环境。建立环境是为了给你提供能量，而不是消耗能量。你要看看是哪些在浪费了你的生命和时间，哪些糟糕的事情让你投入了太多不必要的精力。你需要梳理出哪些是对你有营养的事情，学会回归平静，倾听自己的心。
而不是恐惧和欲望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必然会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。金钱这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再被提起了，因为它早在你走上天命的过程中自然的就流向了你，不需要你再费尽心思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好，关于天命呢，我们聊得有点远了，现在接着回到我们的主题，怎样赚到养人的钱。在你没有找到天命的时候呢，可以试一下下面这些行业。第一种，与内在修养相关的职业，比如瑜伽教练或者茶艺师，或者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工作。这类工作呢，更加注重内心的修炼和心性的磨练，可以帮助你专注于自我稳定并保护你的内核。第二种，身边有一些优异资源的行业。这个优异资源可以是好大哥，也可以是能给你提供正能量环境的同事或行业。这两种优异类型的资源是可以不断对你供养能量的，或是为你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，或是帮助你不断提升自己。第三种呢，是一些能积累经验的职业。这类工作起初可能难以掌握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越来越得心应手，自然而然的钱也挣得更加轻松自在，而且会越来越多。好，说这么多，虽然今天我们的内容是怎样轻松地赚钱，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。人生的本质并不是在于金钱，金钱只是保证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工具，而不是人生的本质。如果你总是追着金钱跑，那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，最后甚至得不偿失。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追着钱跑会有点像夸父追日。反之，如果你总是不断提升自己，强大自己，那你就像引力无穷大的太阳一样，宇宙中所有的好事都会向你汹涌而来，并且自己也完全能承担得住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反作用。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天机，一个人的财富是有临界值的。当金钱暴露出一个人的劣根性时，那个财富值就是他的极限。其实人生就像一场积分制的游戏，在这个三维世界中，我们通过积累功德来获取福报，并将其转化为名利的奖赏。有些人呢，会逐渐意识到，三维世界的名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，他们渴望得到更高维度的奖赏，因此选择只积累福报而不追求物质利益。当福报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转变，使人们能够链接到高维。如果一个人消耗自己的所有福报转化为金钱，就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，因为任何灾难都有可能让一个人破产。我们老祖宗常说要惜福，意思就是要珍惜自己辛苦积攒来的福报，不要轻易消耗它。我们所能享受的一切也都是福报，比如我们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这都是福报的体现。一旦我们的享受超过了我们积攒的功德，就会透支自己，而透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担不了那么大的财，祸患就会降临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智慧，就很难抵挡住这种反噬力。可惜现在能够认识到这种规律的人并不多，大多都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，最后成为金钱的奴隶，甚至是牺牲品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